点赞一下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一个老客户给介绍了一点小活，我们上来看一下。这地方是卖二手车的，上面这应该是个办公室，这里面原来是2间房，然后把中间这个墙呢，它是隔墙打掉了，打掉以后，这是之前的地埋管，这个说太难看太丑了，说是有什么好办法，建议给修缮一下。把这个地方弄得美观一点，把这个电都包起来，然后留几个插座。研究了半天，最终决定在这地方呢，用石材做个 U 型槽，把它扣起来，在上面开几个插座，把这个地方包好。这个就是我大舅哥的石材加工厂，到他这边搞一块废料，就是一些客户用下来不用的料，废料。他们的师傅都出去送货了，我在这边自己搞，找了一块，这个板子呢有一点变形了，这也是放的时间比较久的废料。这活呢前2年我也干过2年，对这个东西也不是太陌生，现在拿起来应该还可以干。就是这个活啊太脏了，而且粉尘又大。现在设备升级了，全部都加水了，这个粉尘能小一点。前几年我们干的时候都是手推锯，自己拿个手推锯在那里切，打磨切全部都是手推锯，然后那个粉尘太大，干的时间长，这个对身体不太好。这几年它的设备全部都已经升级了，切割的都可以加水了，而且这个是数控的，切割起来比较省劲儿，全部都是机器自动化。就是这个半自动，这是需要人手摇的，这个是专门给板材倒脚用的。这比起我们手推的话，那效率高太多了。倒脚的在这边倒，倒好以后就搬到另一台机器上，到那边去裁。红外线那个裁的比较准。这机器的效率就高太多了，主要是用于给一些工程上，大量的裁板才用的。干我们这个活儿，这就是杀鸡也用宰牛刀，大材小用了。现在这个料我们已经下好了，让它要干一会儿。现在我们找一下那个灰颜色板材用的那个胶，找那个胶。这些都是师傅们做好的成品。这就是我们家里面的窗台。看到这个胶带纸了吗？这个胶带纸就是用来粘这2个面，然后里面灌胶的。找一个灰色的。哎，这个就是灰色的，这是固化剂，这个要对在一起，一会儿我们用的时候要对在一起，倒进去再搅拌。好久都没有做这个了，我要把这个准备工作先做一做。一个花了2块钱，干了没？哎呀，干了，干了就能粘了，来吧，干活儿。让大家看看你们家的窗台都是咋粘起来的，就是用这个胶带。现在这个台面的正面粘上一层胶带纸，就这样。2边都是一样的。哎，现在干这活儿，手脚都不麻利了。那以前干这个可厉害。翻过来就是这一条了，看，这个要跟这个对上，哎，对上。对好以后呢，就把这个胶带纸给它粘回去，粘住。这样立起来就行了，是不是？这边有一个毛刺，这个刚才没切掉，
你看我们师傅们用的角磨机都是这样的，根本就没有保护罩。有保护罩的话，他干活就碍手碍脚的，不好弄。哎，这个准备工作就干好了。现在我们开始弄胶了。这个胶吧，无所谓的，这个没什么危险。但是这个就是固化剂了。这个固化剂的话，这个太厉害了。这个弄不好的话，我以前这儿你看，我还记得那会儿是在哪家干活停了电了，这当时烧了这么大一片，现在好的都差不多了。往里倒点，也根据比例，倒的少呢干的慢，倒的多呢干的快。就地取材啊，就切完这个10条，用这个来搅。我沾这么一点点，用了这么一罐胶，这有点浪费啊。这个胶呢，他们也不缺，多得很，浪费就浪费吧。哎呀，我们师傅回来了。我们兑好固化剂的这个胶呢，操作要迅速。这是我沾的少，如果沾的多的话，这一罐胶应该沾好几条接缝。如果你操作的速度慢的话，这个胶很快就固化掉了。倒进去以后，防止它有那个气泡，所以说用这个东西刮一下，把那个胶呢尽量填充的饱满。在我们打磨那个棱的时候啊，那个角的时候仰角。那样的话就不会有气孔，用胶带固定好，让它等5分钟，应该就干了。这两师傅都是干了10几年的老师傅了，看年龄好像都不到30岁。现在这个胶已经开始固化了，但是还没有干的比较硬，现在把它这个胶多余的都铲掉。现在还好铲，等干了以后就铲不动了。翻过来以后把这个一撕。我们量的那个位置它是一个直角形的，所以这个要给它裁断，把它再切上角度，拼接成一个90度。有旧模机子上切上。像这样干切的话，这就是最脏的时候了，这个粉尘就太大了，必须要戴口罩。不行了，手法都不娴熟了，老师傅都看不下去了。这个时候摄影师都快待不下去了，这里面全部都是灰，能落得满头都是灰，已经是越撤越远了。拼接一个90度，然后用胶再粘一次。现在我们都已经成了白毛大侠了，全身都是白灰。白毛大侠，刚才的那桶胶早已经报废了，这个就是我们重新又调了一桶。立起来靠成90度，现在等它干就行了。这边他们又要送另一家了，再打磨这个边修好以后就拉走了。这就是我们家里面做的这个窗台，还有厨房的那个台面。这个胶现在呢也固化了，开始都发硬了。现在截取我们所需要的长度，多余的给它切掉。切掉以后呢，我们要在这个正上方呢给它开3个插座，用尺子画线，画好3个插座孔，然后给切出来。这个孔呢也就切7公分多一点，这个锯片完全放不下去，要里外的切，正面切完，背面也要切。然后就像这样来一个十字花刀，这个一敲就下去了。这是永死胶，看这个永死胶，这个和这个石英石胶是不一样。来点固化剂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固化剂多一点呢，干的就快，尤其是夏天干的更快。如果我们是冬天使用的话，还有一个冬天专用的固化剂，
那个就要调多一点。好了，这个成品已经做好了，放在这里让它干着吧，明天我们拿去安装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现场，这个东西也拉过来了。车里面找点线，因为要接它那个插座。这个二手车展厅，这里边应该也有几百辆车吧，地方挺大的。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装在这里的，这个线呢要给它处理一下，该接的地方呢全部都接好，把这些接头给它用胶带裹好。放在这里，没想到它不够90度啊，这个地方要切一点了。这两个煮家具的师傅揽上大活了。把这个线呢要从这个插座的孔穿过来，空间有限呀，不太好穿。设计这几个插座也是费了脑筋，感觉这个颜色有点不搭呀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只能用废料给它做，要不然的话这个成本就高了。这个网线插座老感觉这个线压不进去，是我方法不对还是什么原因？接是接好了，这个顺序应该有要求吧，如果不对的话估计他还得重新搞。最后一步了，打点玻璃胶把这个边给它分上，防止它来回跑动。固定好这个活就完了。大家觉得这样做合不合适呢？其实我也没想到更好的办法。大家觉得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处理出来的效果要比这个更好，或者更加的隐秘隐藏，而且还能容纳它这几个插座，还能用这几个插座。来给摄影师拿瓶水，摄影师辛苦了。这个活就干完了，拜拜。